首先呢，我们划分线前高后低斜向后，注意侧头位堆积45度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因为 model 脸型偏长，动感短发，启发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我是从前往后一点放射斜向后，我们首位与划分线平行。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呢，是让脸小，彻底的打开脸型，头发与脸型分离，向后的流向非常强烈。在前面有所讲到，技术呢是用堆积，不建议剪去除，因为 model 脸型比较长，爆头式修剪。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看到机位以及我的站位，垂直检查是一个45度的堆积，这样就脸型不会显得过长，增加脸型的横向宽度。另外一侧呢，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修剪。那在这边呢，大家要注意一下手位，这是反手位，所以呢，指尖要往下压，与划分线平行。通常这边呢，大家容易剪重，也就是因为手位的问题，所以手位完全与划分线平行。如果脸大呢，我建议大家后高前低斜向前剪，用更多的头发去包裹脸型。所以我们得到设计上面3个东西，因为脸长，所以我们剪堆积增宽，我们剪斜向后圆形，打开脸型。第3个更吻合今天的风格，所以跟人物风格一定要匹配。接下来我们剪静态区后发，注意看一下模特脖颈偏长，注意看一下，我们依然的去剪圆形。那注意看一下划分线是斜向前，因为模特头纵向空间偏扁平，剪一个轻堆积，从底部就开始建立亮感，防止剪到动感区、亮感区饱满度不够。然后注意看一下，我们是斜向后剪圆的，那今天为什么斜向前剪圆呢？斜向前剪的圆容易放大，这样可以使瘦的脖颈增宽。注意手位与划分线都是75度，这样的一个轻的堆积，所以剪完外线也不会过硬，是柔和的状态。在这转角线之外呢，大家注意看一片靠一片，比垂直低1指位，高于45度这样的一个轻堆积，而且斜向前剪的圆形流向呢是从后往前的，更容易挺起来，而和侧区是斜向后剪圆的，正好形成向前向后的流向，这样头发呢更具有动感度。我们横向检查的时候是一个放大的圆，另外一侧呢同样又是反手位，我们的手位一定要提高。注意看一下划分线以及手位以及切口，75度划分，75度手位，75度低1指位垂直的切口，多点放射往后靠一片，所以斜向前剪的圆形呢更容易放大和放宽，让矮后点的头发不容易曝光，同时可以修饰今天偏细的脖颈。那动感区通常是1点放射剪圆，那今天要采用斜后剪圆，相对于在这个区1点放射更容易找到自然垂落，并没有斜线建立堆积更棒。因为今天知道头骨比较扁平，从底座就开始建立堆积，一开始讲怕饱满度不够，所以这个地方用斜线更科学。这是反面教材，剪圆形一定要走位以及不断的磨角的过程，细腻度和柔和度才会出来。等于后头部动感区是斜向后收窄上面，下面是斜向前剪圆，把底下脖颈细的增宽，并且还要剪连接，因为头骨偏扁平且发量偏少，所以不建议剪不连接，也就是在后头部动感区收紧，底下向前的流向扣脖颈，形成了双的流向。反则整个后头部用斜向前全部剪，斜向后全部剪，是得不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结果的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科学的利用次分区。其实剪头呢无非就是横纵斜，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利用分线去剪头发，简单的来说，把区分好，剪头发就已经非常简单了。利用手位与分线去平行，这样剪头发更科学，以及还原度更高。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希望大家有所启发。直至到顶部呢，都是形成交叉的，过中线去剪，因为必须分斜线剪圆形更科学。最后一刀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。动感区大家注意看一下，以后发做导线拉到90度，大于90度往后靠。以后面做导线，剪一个反曲线，注意一下，这是一个圆的切口，不是剪直的，就是大于90度，这样呢创造连接以及最大的动感度，保留前面的长度。一定呢大家要注意，不能剪头顶直切口，也就是定点反曲线，没有包裹性，也不适合今天的一个风格，
所以我们一定要剪曲线。次分区呢就是一点放色，还原度更高，满足自然落尾，但落下来呢会后短前长的三角形外线。我们直播间吹干的时候更能还原度结构的一个再现性，大家注意看一下。后发呢是斜向前剪的圆，矮后不容易曝光，后高前低更有扣脖颈的一个功能。吹干自然带顺，动感区呢是向后的，那侧区鬓角是斜向后，形成双的流向。那堆积的轻堆积，侧区45度，我们直进直出点浅一点，保证质感，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。当时怎么剪的怎么去修，外线不要切过超过1公分，然后顶部是动感，也就是去除技术，我们可以点的锯齿做线条以及动感度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科学的剪发一定是剪结构的成本小于修头发，所以头发是剪出来不是修出来的。